外婆托梦说地府改革了，让我们给她多烧点元宝，她会保佑我们家族。大舅烧了3000，隔天彩票中3万；二舅烧了5000，表弟考研秒上岸；小姨咬牙烧了1万，家里瞬间接到拆迁喜讯，全家人都疯了，连夜倾家荡产买元宝，恨不得把纸钱堆成山。我妈也想跟着掏钱，却被我按住了手。看着这群因暴富而癫狂的亲戚，他们以为那是老祖宗垂青降下的泼天富贵，可只有我知道，外婆根本不是病死的，而是被他们这群畜生活活饿死的。一个含恨而死的厉鬼，怎么可能庇佑杀人凶手？那根本不是什么保佑，而是催命的明钞。中了！苏大强真的中了3万块！天哪，昨天烧了3000元宝，今天就翻了10倍，老太太显灵了。苏大强拿着彩票，在众人的簇拥下狂笑着走过。妈，真是好金妈！儿子明天给您烧3万块的元宝。大强中奖了，丽丽，你听见了吗？我今天不回城里了，我要去坟头烧1天1夜。爸，那我考研的事肯定成。老太太现在在下面有钱了，鬼差都得听她的。苏二平拉着满满1板车的元宝，朝着后山坟地跑去。赵建国，你个死鬼，还在那抽什么烟？快开车去城里拉元宝，后备箱给我塞满了。丽丽，那可是咱准备给孩子交学费的钱。蠢货，烧1万换1000万，你算不明白这笔账。看着吧，这出戏才刚刚开始。外婆，您生前受的苦，我会让他们1分不少的还回来。听说了吗？苏丽丽家滨海市那个老房子真贴上拆字了，那可是大几百万呢。这苏老太太真是偏心，好运全给了这3个。大的那个大妹子家1毛钱都没捞着。姐，不是我说你，妈虽然平时不待见你，可托梦这种事，你要是多上点心，也不至于现在还穷得叮当响。丽丽，别这么说，大姐家也没那个发财的命。你看小月这丫头，读了书不也是回来打工？就是当初大强说多买点，我还没舍得。要是早知道妈这么灵，我直接去借高利贷买元宝。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？要是当初多烧点，我中的就不止3万，是3000万。苏素云低着头，手指不断揉搓着衣角。大强，妈手里还有几百块，要不我也去给妈烧点。几百块？二姐，你那几百块烧下去，妈在下面连顿好酒都喝不上，你还是留着给自己买药吧。小姨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这就是一辈子打工的命。小月以后来我家公司当个前台，我给你开2000工资，怎么样？等我们家滨海市的房子拆了，我就请大姐和小月去我家当保姆，自家人用着放心。保姆，小姨，你这福气太大，我怕我们家接不住。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。小月，别乱说，丽丽，孩子小，你别跟他计较。妈，别求他们，我们确实没那个发财的命。方圆10里的元宝全被你们苏家包圆了，工厂那边连夜赶工呢。不管多少钱，只要有货就往我老屋拉，我有的是钱。坟头堆满了上百个巨大的纸箱，林小月和苏素云正蹲在地上吃力地拆开胶带。妈，受累跟鬼差打听打听，下期特等奖号码是多少？奖金池累计3000万了，您大儿子能不能住上别墅，全看您了。妈，您爱吃的烧鸡供上了，您大孙子玉成非要娶个局长家的千金，您得在下面多使劲，把这门亲事给保没成了。大哥，你挪点，轮到我了。急什么？赶着投胎呀！我想妈了，想多跟妈聊2句。小程，我呢，快点着。苏二平手中的香如同一根红色的小柱子，半天点不着。哈！苏小成猛地回头，一脚踢向林小月的大腿。笑屁啊！张家权也敢笑？林小月痛苦地捂住大腿，眼神盯着苏小成。哟呵，还敢瞪我，早打！苏小成挥舞拳头扑向林小月，苏素云猛地冲过来，抱住林小月。苏小成一拳重重砸在苏素云的后腰上，苏素云蜷缩在地上，脸色惨白。妈，你怎么样？月儿别怕，妈没事，妈不疼。装什么装？不就是想讹钱吗？待会儿多给你100工钱，够了吧？苏小成，你个畜生，她是你亲姑姑。照攀亲带故，我可没你们这种穷亲戚。小月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有娘生没爹教的东西，挨打也是活该。我弄死你！林小月挥动板凳，重重砸在李秀琴的额头上，鲜血瞬间流了下来。李秀琴捂着流血的额头，指着林小月大叫：“打死这小贱种！小成，给我撕了他！敢动我妈，我弄死你！”苏小成冲上去，将林小月按倒在泥地上。李秀琴骑在林小月腰上，用力拽住她的头发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畜生！别打了，求求你们别打了。要打打我吧！苏小成对着林小月的脑袋一阵乱踢，脚尖重重撞击在苏素云的后背上。妈，大舅，小姨，你们就这么看着吗？那是你亲妹妹。大嫂，拉住我干什么？大强，这是二平家的家务事，咱们外人掺和什么？没准是老太太想看热闹呢。就是，
小月这孩子确实欠管教，让二嫂教训教训也好。林小月猛地张嘴，死死咬在苏小成的大腿上。啊，属狗的呀，松开，老子踢死你！点着了，终于点着了！苏二平举着香，香头上沾到了李秀琴留下的血迹，火焰瞬间燃起。血迹，哈哈哈！原来妈喜欢血迹。大哥，丽丽，你们看啊，这火多旺！真着了，二平，快求妈保佑小成。爸要血迹容易，杀个人太麻烦，杀条畜生总行吧？苏小成转身，弯腰揪起旁边一直守着林小月的小黑狗。苏小成，你干什么？放开小黑！小成，那是一条命啊！月儿13岁掉河里，是这条狗把它拖上来的。滚开！就一条狗，闹什么闹？等我家发财了，买10条还你！苏二平一巴掌扇向苏素云。爸，杀个人太麻烦，杀条畜生总行吧？苏小成高高举起小黑狗，猛地摔在坚硬的石墩上，鲜血喷溅在旁边的炉火上。原本微弱的火苗瞬间爆发出半米高的暗红色火焰。忘了，真的忘了，儿子干得好！月儿，咱走吧，妈带你进城，咱不待在这儿了。不，妈，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儿，看着他们怎么死。听说了吗？苏二平家那个小陈谈了个大官的闺女，就是之前苏玉成追了3年没追上的那个。哎呦，这苏老太太真是显灵了，运势全转到2房去了。哎呀，我就说我儿子优秀，人家局长千金，那是上赶着倒贴，不像某些人长了一张牛马脸还想高攀，那是没这个命。李秀琴，你个骚狐狸，你说谁牛马脸呢？那是玉成先看上的。看上了有什么用？老太太不保佑你，你儿子就是个打光棍的货。不能让二平一家独大。玉成现在天天在屋里砸东西，再这么下去，我这房就废了。大哥，我家建国借的网贷也快到期了，光杀狗看来不行了。妈在下面可能缺人手。爸，纸人威力不够，得送个听话的人下去伺候奶奶。苏玉成的目光像冰冷的粘液，死死锁在林小月身上。大妹，你明天去坟头给妈烧点元宝吧，大哥心疼你，给你出钱。大哥，现在是凌晨，非得现在去吗？妈等不及了，现在就走。快点，磨蹭什么呢？妈在下面都等急了，就等这1箱子元宝。大哥，这大半夜的山路不好走，要不明早？明早妈生气了，断了苏家的财运，你赔得起吗？走！林小月推门而出，快速走下台阶，紧紧握住苏素云的手。妈，我也去，我也想给外婆尽孝。月儿，你好好在家待着，别乱跑。就是，楠楠想去就让她去呗，多个帮手，妈在下面也高兴。小月，进屋睡觉，不许出来。行了，大妹走，小月在家待着。林小月站在院门口，看着远处蒙蒙亮的山头，巨大的敲门声突然响起。死人了，出大事了！张老板、苏老板，快出来啊！苏大强、苏二平、苏丽丽2家人迅速冲出房门。嚷嚷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坟头，你家祖坟头上死人了，跪在那儿，脑袋都没了。我妈呢？我妈回来了吗？你妈应该还在山上尽孝呢。走，快去看看。青云村后山墓地，早晨，浓重的雾气还没散去，墓地中央隐约跪着一个身影。苏家人停下脚步，不敢靠近。小月，你妈呢？怎么没看见？该不会坟头跪着的那个人就是苏素云吧？他看妈不给他托梦，跑来这儿寻死觅活，想让妈保佑他。哎呦，那咱家在下面又多个亲人伺候奶奶了。小月以后记得让你妈多给我们在梦里指条财路，我们也好多照顾照顾你。你们这群畜生，你们会有报应的。月儿，你妈要是真想不开，你可别太伤心，我们会帮你办丧事。大姐啊，你怎么走得这么急啊？你就这么放心不下妈吗？小妹，你哭谁呢？众人僵硬地转过身，苏素云站在老村长身边，手臂上缠着破布条。鬼，百世见鬼！瞎说什么胡话！素云昨天摔在后山坑里了，刚被救出来。半岛听说墓地出事，我就带她来看看。大姐没死，那坟头跪着的是谁？爸，我看那背怎么那么像大堂哥？苏大强发了疯一样冲向坟头，推开跪着的人影。儿啊，玉成，怎么会是你呀？我的玉成啊！灵堂迅速搭建起来，大舅妈马翠华跌坐在地上，怀里抱着苏玉成的衣服，眼神发直。听说了吗？自杀的那一整瓶安眠药都吃空了，我也听见了，手机里还录了视频，说是自愿走的。可那脸是怎么回事？山里的野畜甚多，咬的那叫一个惨，半边脸都没了，难怪赖麻子说脑袋丢了。玉成娶媳妇，局长家的千金穿红裙子来接你。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大哥，我知道你难受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克夫命就是克夫命，
苏素云，你一回来，玉成就出事了，你还想克死谁？还不快滚！二舅妈，大表哥死了，你心里其实挺高兴的吧？你个死丫头，胡说什么？局长千金那门亲事，大表哥追了3年，二表哥才去2天就牵上手了。难道不是你们用了什么血迹的邪门歪道，吸走了大表哥的运？血迹吸运，大哥，你就听那死丫头瞎处，玉成那是自己想不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二舅，那天晚上的香火点得那么旺，全村都看见了。你要是没去，那坟头冒出的火光是鬼火吗？死丫头，你再乱说，我扇死你！那就是去了，你去坟头求妈，保佑你儿子，顺便克死了我儿子，是不是？苏大强，你撒什么疯？你儿子没本事，守不住气运，这也能怪到我们头上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子小成马上就要跟局长女儿订婚了，这就是命。苏家老宅院子，几天后上午，院子里张灯结彩，二舅家正忙着往车上搬彩礼，大舅家门窗紧闭，一片死寂。姐，你正好要去河边洗衣服吧，顺便把我的也洗了。哎呦，我这关节疼得厉害，关节疼就去医院，我妈腰还伤着呢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毒？大姐，你管不管？丽丽，小月说的对，我这腰确实干不动了。那天上山，我到底是怎么晕过去的？你们还没给我解释清楚呢。那不是见鬼了吗？谁知道你怎么摔进坑里的？大舅家房门突然被猛地推开，马翠花拎着一把锄头，双眼通红的冲了出来。老东西，偏心眼的老东西，我弄死你！翠花，你干什么去？新修的坟堆还没干透，马翠花疯了一样抡起锄头，重重砸在墓碑上。我儿子是你亲孙子，你不保佑他，还让他死在你跟前，我让你死了也不得安宁。疯了，快拦住！那是妈的坟！大妈，你住手！你坏了咱家的风水！马翠花力量惊人，反手一挥锄头逼退众人，她对准骨灰坛的位置，用尽全力砸了下去。骨灰坛被砸得4分5裂。奇怪的是，坛子里并没有白灰，而是流出了一滩滩金黄色的干沙子。妈的骨灰呢？啊，这是沙子，全是沙子，不是骨灰。哈哈哈，报应，老东西，连骨灰都飞了。是你偷偷换了妈的骨灰，肯定是你，你把奶奶藏哪了？快说，不然我打死你！藏起来了，吃肉了，大家一起吃肉了。苏素云坐在土炕边，双手不停地发抖。林小月正安静地收拾行李。月儿，你跟妈说实话，那骨灰坛子里的沙子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换的。你疯了！要是被你二舅他们知道……妈，外婆临死前说她想跟外公合葬，大舅嫌麻烦，二舅为了看风水非要葬在这，谁尊重过他？那你把外婆葬在哪儿了？外公坟里，我带她回家了。好孩子，可现在全家人都疯了，他们找不着骨灰，肯定要找个替罪羊。咱走吧，月儿，妈求你了，咱连夜走。妈，不能走，戏还没唱完，害死爸爸的人还没下地狱呢。你说什么？外婆在梦里告诉我，爸爸的车祸根本不是意外。听说了吗？苏二平跟他那个高材生儿子昨晚也死在后山了。一大家子男人，这才几天功夫就剩苏大强一个了。这苏老太太真的假的？苏大强不是说老太太是寿终正寝吗？那是屁话！我亲眼看见马翠花把电饭锅里的剩米汤兑了水，端去给老太太喝。老太太临死前想吃口热饭，苏丽丽在电话里嫌麻烦，连回来都不肯。真是畜生啊！活活把亲娘饿死。难怪现在家里接二连三出事。苏二平和苏小成的尸体被盖着白布抬进院子，苏丽丽瘫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。我不待了，我要回家。建国，你快带我走！走，现在走得了？苏二平死得那么邪乎，万一咱们在路上也出事怎么办？你就在这儿给妈磕头，磕到她原谅你为止。大哥，二哥肯定是被妈带走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没给妈吃饱饭，妈在那边饿。啪的一声，重重扇了苏丽丽一耳光。闭嘴！再胡说，我先把你送下去陪妈。苏大强的手抖得厉害，嘴角不断抽搐，眼神在屋子阴暗的角落里不停扫视。灵堂里只有一盏昏暗的长明灯。苏丽丽跪在外婆的遗像前，额头磕的全是青紫。妈，亲妈，求求您放过我，我那时候忙，我不是故意不回来看您的，是二哥说，反正你也活不长了，省点医药费给小成出国。妈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您去吃大哥吧，去吃马翠花，是他们给您喝的刷锅水，求求您别来找我。林小月站在灵堂外的黑影里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外婆，您听见了吗？他们到现在都在推卸责任。林小月蹲在墙角，看见苏大强背着一个包袱，鬼鬼祟祟地从后门走出来。大舅，这大半夜的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苏大强吓得一
一个趔趄，直接跌坐在地上。谁在那儿？怎么，大舅做了亏心事，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？小月，你个死丫头，吓死我了！快让开，我有急事要进城。进城是进城，还是想逃命？你什么意思？杀人是急事，那逃命当然也是急事了。大舅、二舅和小程摔下悬崖的时候，你就在后面看着吧。你怎么知道？那天晚上山上明明只有我一个人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怕二舅抢了你的运势，怕二舅家占了妈的保佑，所以你推了一把，对吗？林小月，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！我是你亲大舅，你敢报警，我也能先弄死你！弄死我，就像当年弄死我爸爸那样。苏素云从旁边的树影里走出来，浑身颤抖，死死盯着苏大强。小月说的是真的吗？大哥，我男人那场车祸真的跟你有关系？大妹，你听这死丫头瞎说，那是意外，是她在工地上自己不小心。意外？那是因为你偷卖沙场老板的沙子，被人发现了，你怕被打断腿，才骗我爸开车带你逃跑。你在半道上跳了车，留他一个人在那辆刹车失灵的车里。那是他命不好，他不死，我就得去坐牢，苏家就完了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二舅父子的死，还有我爸当年的真相，你等着跟警察说吧。我弄死你们这两个丧门星！苏大强刚冲出2步，脚下突然踩空，重重的磕在石头台阶上，额头瞬间流出鲜血。苏大强倒地哀嚎。外婆在下面等得太久，大舅你也该去陪她了。灵堂里蜡烛已经燃尽，苏大强的身体挂在房梁上，脚尖悬空，正好对着外婆的遗像。又死一个，苏大强也上吊了。天哪，苏家这几个男人全走光了，这是要灭门了。这苏大强临死还穿着那件中奖那天穿的西装，真是到死都放不下那点横财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贪心不足蛇吞象。林小月站在院子里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村民将苏大强的尸体放下来。苏素云站在他身边，眼眶通红，却没有流泪。小月，你大舅他还是没勇气去坐牢。他不是怕坐牢，他是怕活在村里人的唾沫星子里。他那样爱面子的人，受不了别人说他害死亲弟，逼死老母。都结束了，这一院子的冤孽总算是到头了。苏大强的丧事办得很冷清，马翠花疯疯癫癫的在村口抓泥巴吃，李秀琴早已卷了家里仅剩的几千块钱跑了。听说了吗？苏二平之前买的那块所谓的上风水宝地带，现在埋了他们兄弟俩，还有那2个倒霉的儿子。什么宝地？我看是绝户地，那一带现在谁也不敢去，说半夜能听见磨牙声。哎，你们看，苏家大妹子带孩子要走了，那包袱里装的是啥？估计是老太太生前的一点旧东西吧。走得好，留在这儿，早晚被这满屋子阴气给吸干了。青云村后山外公坟前，林小月和苏素云手里拿着香烛，站在一座长满荒草的旧坟前。妈，大强和二平都下去了，他们在下面怎么闹，我不管了。我今天把小月带过来看您，给您磕个头。外婆，按照您的意思，我把您带到外公身边。这坛子骨灰是我半夜一点点挪过来，这儿安静，没人来打扰你。林小月看着坟头，风吹过草丛，发出一阵沙沙声。月儿，你那天说爸爸的车祸真的是你大舅干的？大舅那天喝醉了，亲口说的。他说如果不跳车，死的就是他。他这辈子害了外婆，害了爸爸，最后连亲弟弟和侄子都不放过。这种人死有余辜。我竟然叫了这种人几10年大哥。月儿，妈对不起你，让你在这样的家里长大。妈，以后咱们再也不回来了。青云村没咱们的根了，咱们的根在自己脚下。苏丽丽穿着一件破旧的风衣，头发乱糟糟的，正躲在巷子角，惊恐地看着几个彪形大汉走过。苏丽丽颤抖着拿出手机，拨通电话：“喂，姐，素云姐，你救救我吧！”苏丽丽，我妈已经睡了，你有什么事？小月，救命啊！赵建国那个畜生，他把老房子抵押了跑路了，现在追债的天天堵我，还要打断我的腿。你救救小姨吧！你们在城里不是打工攒了点钱吗？先借我30万，就30万，等我拆迁款下来了，我加倍还你。我妈现在1个月打2份工，好不容易攒了10几万，是准备给我交学费的。你觉得我会借给你吗？林小月，我好歹是你小姨，你见死不救，你跟你妈都是白眼狼。你这辈子花在赌桌上的钱，早就够买3套房，那你现在为什么躲在巷子里？林小月直接挂断电话，把手机静音扔在一边。苏素云从里屋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碗热粥。月儿，累了吧？妈给你煮了粥。妈，你别累坏了身子，我明天去找几份家教，也能分担点。你好好念书就行了，别的事妈来扛。离开青云村，咱们娘俩总算能喘口气了。妈，咱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苏素云在收银台算账，林小月在后厨帮忙洗碗。苏素云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林小月擦干手，走到门口，抬头看着城市的天空。外婆，您看见了吗？我和妈妈终于走出来。林小月的眼眶微微湿润，但她很快擦掉眼泪，转身走回店里。苏素云看着女儿的背影，嘴角扬起满足的微笑。夕阳西下，面馆门口的红灯笼亮起，城市的灯火逐渐点亮，新的生活从这里开始。